楚风，意识到了吧？你的天赋再强，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终究只是蝼蚁。我承认，今日一战是我败了，这场个人对决我败给了你，所以接下来我猜一定会赢，因为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真正的大开眼界一次，让你们见识到本店主身后的背景是何其强大。话到此处，那光芒忽然变得极为耀眼，刺得楚风也是抱头后退。而当那光芒消散之际，人们惊愕地发现，暗殿店主已然消失不见了。又是这个手段，楚风眉头微微皱起。暗殿店主上次在冰雪平原从月仙手中逃脱，用的就是这个手段。这个手段很厉害，应该是某种逃脱的至宝。而楚风之所以会皱眉，就是因为他拿暗殿店主的这个逃脱手段没有任何的办法。忽然，阵阵轰鸣响起，回头观望，是幻化之门正在打开。楚风大门开启后，几道年轻的美丽身影快速的向楚风狂奔而来，是仙喵喵、司马颖等人，其中以仙喵喵的速度最快，眼下已然来到了楚风的近前。楚风，你太帅了，把那个暗殿店主打得屁滚尿流，看他以后还敢不敢猖狂。仙喵喵又蹦又跳，甚是高兴，大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而小红就站在仙喵喵的肩膀上，在那重脸之上洋溢着满满的得意，同样蹦蹦跳跳的说道：就是，大爷简直碉堡了，不愧是我的大爷，楚风大人万岁，楚风大人万岁，楚风大人，您简直就是我们的救世主，是您救了我们一命，楚风大人，连岩浆帝君都被你收服了，您简直是我心中的神。我们这个时代终于出现了一个帝王，那便是楚风大人，您谢谢楚风大人，谢谢楚风大人。紧随其后，楚风发现在精灵国王以及通天仙人的带领下，许多人都走了出来。诸位，请听我说。见状，楚风则是赶忙大喝一声，说道：暗殿店主还未死，大家还不能走出幻化之门，请立刻回到幻化之门内，现在的五之圣土还不安全。那听得楚风的话后，众人先是一愣，但很快的便反应过来，已经走出的人赶忙用力的向后推后面的人，且还大喊道：快回去，快回去，没听到楚风大人说的吗？现在外面还不安全，快回到幻化之门内。楚风的提醒很有用，人们对楚风可谓言听计从。很快的，那些向出来的人们都乖乖的回到了幻化之门内，但如精灵国王等人却依旧来到了楚风的面前。楚风，想不到你真的成功了，老夫果然没看错你。说说你是怎么收服岩浆帝君的？我实在是太好奇了。罗盘仙人等人毫不吝啬地对楚风夸赞道。今日的楚风当真是让他们大开眼界一番，而楚风则是笑而不语。事实上，当看到罗盘仙人自幻化之门内走出的那一刻，楚风心中的一块石头也是落了地。之前他还一直担心罗盘仙人没有听他的话来找幻化之门，但现在他终于放心了。楚风，暗殿店主应该是逃了，接下来你有何打算？精灵国王问道。而精灵国王此话一出，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虽然暗殿店主被楚风打跑了，可毕竟还活着，接下来怎么对付暗殿店主才是关键。前辈们请放心，我之前与暗殿店主交手，在他的身上留下来一道印记，那印记很是隐秘，相信他也不会发现，我可以通过那印记追踪到他，他逃不掉的。楚风说道。是在你用盘龙怒斩打伤他的时候吗？通天仙人惊讶地问道。楚风点了点头，想不到你小子早有准备，在那个时候便留下了后手，自己的猜测得到确认。通天仙人满面赞叹，暗殿店主当初自冰雪平原逃脱，便是用了特殊的手段，他能用一次，难免会用第二次，而我的实力与他相差不多，既然做不到一击斩杀，那就必须提前做好准备。楚风解释道。听得楚风的话后，众人没有多说什么，可是眼中却是浓浓的佩服。这种手段换作是他们都未必想得出来，而楚风却想到了，不仅是想到了，并且还做到了，这便令他们发自内心的对楚风感到佩服。楚风，我们可能帮到你？精灵国王问道。我总觉得暗殿店主与我有关，这件事还是我亲自了断吧。楚风说道。也好，那你现在可能感应到暗殿店主身在何处？精灵国王问道。可以感知他的方位，但距离太远，无法确定他具体位置。楚风说道。那事不宜迟，你快去追他，这里你不用担心。精灵国王说道。楚风点了点头，随后便转身离去。他并没有带着四大圣兽一起走，因为事到如今，四大圣兽也是帮不了他什么忙。至于四大圣兽，也是明白楚风的意思，与众人一同躲入了幻化之门内。楚风一路追赶暗殿店主，追赶了数日，始终未曾停过一步。但是现在，楚风却停了下来，因为此时此刻，楚风的前方出现了一排排高达的围墙，那围墙光芒闪闪，乃是结界所化。这些结界墙非常的坚固，哪怕是今日的楚风也无法击破。但在这结界墙的中间，却有着一个巨大的门，门内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先不说里面的花草树木都是楚风未曾见过的，最重要的是那其中散发着极为浓郁的远古气息，就好像里面的一草一木都是传自远古一般。此处便是五之圣土最有名的地方，也是最凶险的禁地——远古坟场，又名神之领地。盯着神之领的看了许久，楚风才小心翼翼地从乾坤袋内取出一物，那是一个勺子，一个看似很普通的勺子。可是当楚风握住它的那一刻，它的传承血脉竟然砰砰地跳动了2下，产生了特殊的反应。只是看了一眼，楚风又将勺子收了起来，随后抬头看向眼前的神之领地，想不到会是因为追捕暗殿店主而来到这里。楚风感慨万千，当初的楚风还未踏入帝王领域的时候，就想过要来神之领地，不因别的，只因那个勺子能带给楚风特殊的感觉，一种熟悉却又说不出来的感觉。而这勺子正来自神之领地，只是自打楚风踏入帝王领域后，便事情不断，去很多地方做很多事，都是身不由己，所以楚风一直未能来到这神之领地。而现在他终于来了，来了他一直想来的地方。
只是楚风却也有些犹豫，有些不敢踏入其中。不因别的，是因为暗殿店主之前所说的那番话，楚风能够感觉到暗殿店主并不像是在开玩笑，他在武之圣土似乎真的还有帮手。可是事到如今，楚风却已然别无选择，他必须进入其中，哪怕其中有着巨大的危险，可楚风也必须进去。忽然，楚风动了，化作一道流光，跃入了那没有人敢进入的神之岭的之中。进入神之岭的楚风依旧可以感受到暗殿店主的气息，所以楚风没有乱走，而是随着暗殿店主的气息追踪。值得一提的是，进入神之领域后，楚风并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威胁，相反，神之领域与他之前想的完全不同。这里并不荒芜，相反植被茂盛，并且都是楚风未曾见过的，就连这里流淌的水也是格外的甘甜。因为胆大的楚风还曾好奇地喝了一口。总之，这里的一切都很美，美的就像是一个仙境，境地似乎与这里毫无关系。这丛林很深，连绵数十万里，换作常人一辈子也不可能走过这样的树林，但是楚风却很快的便穿越了这树林，进入了一片浩瀚的沙漠。而当今日这沙漠之后，楚风的传承血脉忽然跳动了2下，就是这种感觉。楚风止住步伐，抓了一把地上的沙，尽管是第一次握住这样的沙，可楚风竟然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尽管此刻楚风的传承血脉已经不再跳动，可楚风的浑身上下的血液却在激烈的翻涌沸腾，这是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此处一定与我的传承血脉有着一定的关联，可究竟是什么？谁能告诉我这个答案？看着前方那一望无际的沙漠，楚风目光紧锁。忽然，楚风又动了，似是一条奔跑在沙漠的狂龙，不仅速度极快，更是掀起2道狂沙，四下飞舞。楚风继续追赶，很快便进入了沙漠的深处。楚风不得不感叹，这神之领地的浩瀚简直大到超乎想象。最重要的是，一路走来，楚风的传承血脉总会时不时的跳动2次，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在提醒楚风，这里才是他的归处。不动了。可是忽然，楚风眉头皱了起来，他能感觉到暗殿店主不再移动，而是停留在了一处。但哪怕如此，楚风也并未止步。事到如今，他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往前行去。然而，在又走了一段距离之后，楚风透过天眼向前观望，忽然神情一滞，在其脸上露出了震惊之容。他是真的被震到了。楚风已经很久没有过如此强烈的震惊之感，那是一种浑身的毛孔都被打开的感觉。在他的前方出现了一大片的宫殿群，波澜壮阔，无边无际，简直不能用城池来形容，而是用国度。这里的建筑威严霸气，蕴含着独特的魅力。莫说这些宫殿坚不可摧，单单是这宫殿的外貌，就不是一般人能够设计得出来的。在楚风看到这浩瀚壮观的宫殿群之前，就连他也设计不出来。如此利奥的宫殿群，在楚风看来，能够设计出这种宫殿的人，定然非同寻常之辈。但楚风却也发现了，这宫殿虽然古老，可却并没有散发着远古气息。这说明这里的宫殿应该是建在远古之后。而最重要的是，看到这座大殿的时候，楚风的传承血脉跳动得更为激烈。虽然也并没有持续多久，可那种反应却是他踏入神之岭的以来最为强烈的一次。是时候揭晓答案了，无论生死，我总要知道此处到底与我之家族有何关联。话到此处，楚风便再度迈开步伐，而穿过重重宫殿，走过道道走廊，楚风终于在一座浩瀚的大门前发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那是暗殿店主，居然真的找来了。暗殿店主看到楚风，目露吃惊之色。这一次我可不会放你走了，楚风说道。楚风，你可真是有趣啊，到了这里居然还敢威胁我，难道你不知道这神之领地是谁的地盘吗？暗殿店主得意地说道。莫非这里是你的地盘？楚风问道。没错，我便是这神之领地的主人，这里便由我来做主。虽然不知道你用什么手段找到的我，但你既然来了，却也省着我浪费时间去找你了。诸位前辈们，劳烦你们现身，帮我除掉这个狂妄自大之人。暗殿店主大声说道。听得此话，楚风顿时身体一颤，他能感觉到暗殿店主这番话不像是说着玩玩的，更不像是在吓唬他，更像是真的召唤什么。只是这神之领地真的有人存在吗？还是说这里已经被暗殿店主的同伙占据，所以他才说这里是他的领地？而就在楚风左思右想之际，暗殿店主身后的大门便猛然打开。而当那大门打开的一刻，楚风顿时神色一僵，在那大门之内竟然数千道身影排列有序，整整齐齐地站在门后。这些人没有先穿布衣，而是直接赤着身子便穿戴了由特殊的草编织成的铠甲。这铠甲虽然看着不是多么的霸气，可却散发着特殊的力量，那似乎是一种特殊的宝物，并且在这些人没有被铠甲覆盖的身上都刻着特殊的纹路，那纹路有些诡异，但似乎能够增强他们的战力，所以那是一种结界，一种特殊的结界，就连楚风也未能掌握的结界。但最重要的是，这数千人道身影竟全部都是5帝级的强者，几乎全部都是5帝巅峰，且其中至少有上百人是半祖级别的强者。他们非是战力达到半祖，而是真正的半祖，并且为首的3位老者气息异常强横，连楚风在他们面前也感受到了绝对的压制。这说明这3位老者不仅有着半祖的修为，应该还是3品半祖，否则不可能带给楚风如此巨大的压迫感，还真是羊入虎口了呀。此刻楚风不免苦笑一声，尽管早有预料，可当真的看到暗殿店主的同伙之后，哪怕楚风也有一种绝望的感觉，毕竟对手太强大了。面对这样的对手，楚风就算逃也是逃不掉的。似乎看到了楚风脸上的绝望，暗殿店主的嘴角掀起了一抹极为畅快的得意。除了第一次遇到楚风他占据上风后，后面几次交手他都被楚风压制，尤其是最后一次交战，更是被楚风用个人实力将其击败。
这让自负为天才的他感到极为的不甘。而这一次，他终于再度占据了上风，他终于又能够压制楚风，所以他决定不再给楚风翻身的机会，要让楚风死在此处。想到这里，他眼中忽然寒芒闪过，指向楚风，大声喝道：“给我杀了他！”而暗殿店主此话一出，那数千道身影便齐刷刷的自大门内飞掠而出，将楚风团团围住。这一刻，楚风也是闭上了双眼。他不是喜欢等死的人，可他知道，面对多位真正的2品半祖以及3位3品半祖，他能做的只有等死，拜见主人。不过那些人似乎不准备立刻杀掉楚风，竟然先对暗殿店主跪拜行礼。你们可真是……此刻，楚风不由得睁开了双眼，因为他有些愤怒。他明明已经做好了受死的准备，对方竟不杀他，这种无视的感觉让他感觉很是不爽。然而这一看，楚风顿时瞳孔一缩，神色大变。他惊愕地发现，暗殿店主此刻的反应几乎与他一样，那张大的嘴巴比他还要精彩，就像是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一般。因为那此刻跪在地上的数千道身影，并非是跪在暗殿店主的身前，而是跪在了楚风的身前。那数千位强大的存在正在向楚风跪拜。喂，你们在干嘛？你们疯了吗？连谁是你们的主人都分不清了！暗殿店主神情激动地大喝起来：“给我闭嘴！”然而就在这时，其中一位3品半祖的老者忽然大喝一声，此话一出，顿时威压四起。暗殿店主就像是一个稻草人一般，直接被那股威压吹飞开来，狠狠地撞在了远处的墙壁之上，张口喷血，阵阵骨裂之音也不断自体内传来。只是一击，暗殿店主已受重创。男人啊，把这个狂妄之徒给我抓起来！随后，那位老者指着暗殿店主大声喝道。而那位老者此话一出，便有数十人冲了过去，用特殊的绳索恶狠狠地将暗殿店主给捆绑起来。手段之残暴，简直就没有将暗殿店主当人，而是当成了畜生。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暗殿店主已经快疯了，他当真是被眼前的一幕给弄糊涂了。他一直以为他是这里的主人，这里的人就算不听从他的调遣，可也会保护他。可现在是什么情况？他这位堂堂主人竟然被五花大绑的捆了起来，而楚风竟然受到了这些人的参拜。主人，欢迎您回家。忽然，那些跪在敌人的3位老者同时开口说道：“欢迎主人回家。”而咱那3位老者话落之后，那几千位跪在地上的强者则是一同说道：“无论他们修为如何，可是说出此话之际，却蕴含着浓浓的敬意以及喜悦，就仿佛楚风真的是此处的主人，而他们真的在等楚风回来一样。你们这是……”事实上，就连楚风也有些懵了。他之前已经坚信这些人神秘的强者就是暗殿店主的后盾，但现在看来，似乎完全不是那个样子，反了，全都弄反了。这些人似乎更像是自己的后盾。主人，我们知道您还有些糊涂，不过请主人随我来，我们带主人您去见一个人，到时候主人自然会明白一切。为首的老者站起身来，指向大门之后，随后便为楚风引路。楚风见状也并未犹豫，而是快步地跟了过去。在众人的引路下，楚风进入了这浩瀚国度的最深处，而楚风对这里也是有了全新的认识。因为一路走来，楚风能够看到许多威武的守卫或者地兵守在各个关口，单看他们的样子就知道他们训练有素。而穿过重重防卫的关卡，楚风似乎走入了这国度的居民区，他能够看到一些玩耍的孩子以及妇女和走过的路人。可不管是谁是守卫还是孩童以及妇女，他们的身上都刻有特殊的纹路，且他们穿的衣服也都是特殊的草编织而成，很是与众不同。最重要的是，他们看到楚风之后都会半跪在地，为楚风施以大礼，恭恭敬敬地说出相同的话，那便是拜见主人。甚至楚风能够感觉到一些年龄颇小或者与楚风年龄相差无几的同龄人，在看到楚风之后竟然激动得连身体都在颤抖，就仿佛他们一直盼着今天，盼望着楚风的出现。尽管很不可思议，但楚风却隐约间觉得这些人对楚风有着浓浓的崇拜之意，那已经不仅仅是主人那么简单，就仿佛在他们的心中，楚风更像是一位神，所以他们才会对楚风如此尊敬。莫非我真是此处的主人？楚风产生了这种想法，因为楚风能够确定他们肯定不是自己的族人，这是一种感觉，只看一眼便有的感觉。尽管这里的人对楚风很是恭敬，但楚风却觉得他们肯定不是自己的族人。而在这种情况下，楚风越发的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他想了解这个地方。终于，楚风来到一座浩瀚的大殿门前，只不过在大殿门口，所有人都停了下来。主人请。为首的老者将门推开，但并不打算进入其中，而是让楚风独自进去。楚风先用精神力扫视了一下，发现殿中并没有人，而后又看了一眼周围的人，他们都谦卑地围在自己的身旁，微微低着头，就仿佛不敢正面看向楚风一样。其实那倒不像是怕楚风，而更像是一种表示对楚风尊敬的行为。所以眼下唯有一个人在正面的看着楚风的，便唯有暗殿店主。暗殿店主的目光之中充满了幽怨与杀意，甚至楚风能够听到他牙齿摩擦的声音，可想而知，此刻的暗殿店主定然是恨极了自己。喂，你这是怎么了？说好的杀了我呢？楚风看着暗殿店主，讽刺的笑道：“你特么！”暗殿店主开口便要大骂，然而脏话还没有说出来，一道有力的手掌便落在了暗殿店主的脸上。是那位3品半祖的老者，不知什么时候，他进到了暗殿店主的身前，一个耳光过后，那位老者又对其连续扇了数个耳光，把暗殿店主扇得左摇右晃，一张脸颊已然血肉模糊，骨头粉碎。我家主人可不是你能侮辱的！一番凶狠的耳光之后，那位老者恶狠狠地说道。那位老者此刻的目光当真是凶神恶煞，简直就像能活生生的将人吃掉一般，异常骇人。
哪怕暗店店主也是吓得一愣。但当那位老头转过头看向楚风之际，却又是满面的笑意，很是恭敬地指着那座大殿，对楚风说道：“主人，请吧。”见状，楚风也不再犹豫，对那位老者点了点头后，便径直地踏入了殿门之内。楚风刚进入其中，那殿门便被关上了。当殿门关上之际，楚风哪怕用天眼也看不到外边的情况，说明这大殿有隔绝感应的效果。主人，坐下吧，都回家了，就不要再拘束了。然而就在这时，一道老者的声音忽然响起。听着这个声音，楚风顿时心中一动。很显然，这宫殿内是有人的，只是这宫殿内的主人实力很强，比外面的那3位修为在3品半祖的老者还要强，否则不可能在对方开口之后，楚风还看不到对方。4品半祖，此刻楚风心中倍感吃惊。3品半祖已是很强，此处竟然还有着4品半祖，甚至有可能修为不止4品半祖。此刻楚风的心中当真是掀起了惊涛骇浪，这神之领地的强者实在太多了，强大到超乎想象。要知道，在他们出现之前，精灵国王便是5之圣土的最强者，但是他的修为只是5帝巅峰而已。但是在这里，就连半祖级别的强者都有许多，就别说5帝巅峰级的强者了。这样强大的势力，当真是让楚风想不震惊都难。最重要的是，这个强大的势力竟然还称楚风为主人，对楚风毕恭毕敬，唯手是瞻，那种恭敬的感觉，简直就快要将楚风奉为神灵。主人，请坐。那道老者的声音再度响起，可却依然没有现身。前辈，何不现身说话？楚风抱拳说道：“主人，不过几年时间不见，居然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忽然，一道老者的身影在楚风的身边浮现，正站在楚风的身旁。前辈，是您。而看到这位，楚风顿时面色大喜，因为这位老者，楚风认识，正是当年在东方海域所见到的那位盲眼老者。主人，别前辈的叫了，准确来说，我是您的仆人。盲眼老者说此话的时候，竟恭敬地对着楚风施以一礼。虽然盲眼老者的确是个盲人，但他的感应力似乎很强，能够用感应力看清一切。前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楚风问道。不要再叫前辈了，这会折了老奴的手。若不嫌弃，叫我盲奴吧。盲眼老者说道。前辈对我楚风有着大恩，怎能称您为奴？若您不嫌弃，我便叫您盲叔吧。楚风说道。其实按照2者的年纪之差，楚风应该称呼对方为盲爷爷，但楚风觉得盲爷爷这个辈分太大，对方怕是不敢接受，所以叔这个称谓倒是刚好。主人执意如此，那这样叫老奴也好。盲眼老者说道。盲叔，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紫菱现在何处？楚风追问道。他知道紫菱很早之前就被盲眼老者带到走了，而楚风一直很担心紫菱的安危。主人请坐，我会慢慢告诉您一切。盲眼老者说道。见状，楚风没有客气，而是坐在了一旁。他算看出来了，他若不坐下来，怕是这位盲眼老者都不会告诉他实情的经过。现在似乎与当初不同了，楚风就好像真的是他们的主人一样。身在这神之领地之中的所有人，不管是什么修为，不管比楚风强大多少，但都不敢对楚风不敬。先从这众人眼中的神之领地说起，此处乃楚氏天族旧址。楚氏天族是5之圣徒远古之后最强大的种族，那个年代无人敢不从，是真正的号令一方。现在自封老大的远古精灵，当年对主人的家族也要毕恭毕敬，每年上缴无数贡品。什么远古之后出现的5帝，若放在主人的家族面前，皆是蝼蚁。盲眼老者说道。我的家族。听得此话，楚风心中又是一动。其实他早就想过，这神之岭的有着特殊的感应，很可能是他家族的遗址，只是他也不敢确定。因为当初在天路之中见到那位老猿猴的时候，老猿猴便曾告诉过楚风，楚风的家族源于这方世界，只是老猿猴却没有告诉楚风他家族的遗址是否还在，只是说如今这方世界的人们早就忘记了楚风的家族。盲叔，那此处可还有我的族人？当初他们为何要进入天外？现在您可有他们的消息？楚风好奇地追问道。主人莫急，听老奴慢慢说起。盲眼老者说道。楚氏天族现在的所有人都在天外，老奴身份卑微，没有他们的消息。至于为何进入天外，那是因为当年的楚氏天族之中出现了一位非常厉奥德的大人，那位大人实力极强，超过了楚氏天族历代的族长。他有着足够的信心，就算带楚氏天族进入天外，也能够让楚氏天族有着一席之地。那个时候，楚氏天族虽是5之圣土，当之无愧的霸主，可所有人都不甘心，一直生活在此处，于是最终决定楚氏天族前往天外。当时楚氏天族的所有人都要走，但这里却并不打算遗弃此处，于是那位大人便派我们这些奴才留在此处，守护此处。不过那位大人仍不放心，怕在这5之圣土中有人冒充楚氏天族之人，辱没了楚氏天族的名声，于是他临走之前便抹除了所有人对楚氏天族的记忆。所以时至今日，5之圣土上没有任何人知道5之圣土在远古之后的真正霸主乃是楚氏天族。这么多年来，我们这些奴仆一直坚守在此处，从未离开过。盲眼老者解释道。这么说来，神之领地之所以会有今日的凶名，之所以会死了那么多人，都是你们做的？楚风问道。我们历代以来都遵守那位大人的命令，不能让世人知道楚氏天族以及我们的存在，但我们也不会滥杀无辜，只是为了以防有人知道我们，所以在此处设置了很多机关，很多人都是触发机关而死，并非是我们所杀。当然在他们遇到机关之前，我们已做了特殊的提醒，他们不听，非要进入，那就算死了也不能怪我们。盲眼老者解释道。但不是说踏入此处者绝对活不了吗？楚风问道。那都是以讹传讹罢了。盲眼老者说道。我还听说这里有着一种特殊的病菌，若是感染便会死，
而进入其中，这皆会感染，并且这种病菌5滴以下者若是感染必死无疑，是真的吗？楚风问道。病菌的确存在，那是此处的一种特殊植物所散发的，但不是所有人都会感染，唯有踏入那植物所在的区域才会感染。盲眼老者解释道。原来这样，可若只是不想让世人知道此处，将此处彻底封锁即可，何必大费周折？楚风问道。那位大人说过，此处的门不能关，关门便是怕，但楚氏天族不怕任何人。盲眼老者说道。我明白了。楚风真的明白了，他的家族定然很是自负，自负到既不想让世人知道此处，却也不想彻底隐藏起来。说到底，哪怕楚风的家族离开了，哪怕抹除了所有人对他们的记忆，但实际上楚氏天族却也不想让人们真的忘记他们，所以他们虽然走了，却也要留下恐惧，留下一种未知的恐惧，用这种恐惧警示5至圣土的人，不管他们多强，可在这方世界内也终究有着他们无法抗衡的力量。可是芒叔，您当初为什么会去东方海域？那个时候您……楚风问道。那个时候老奴便已知道主人的身份，并且自从您当年被皇府皓月带出天路后，我便一直暗中守护着您，只是轩辕大人有命令，老奴才不敢告诉您实情。盲眼老者说道。轩辕大人，您所说的轩辕大人是指谁？楚风问道。您的父亲。盲眼老者说道。我父亲。听得此话，楚风顿时身体一颤，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涌遍全身。按理来说，我们这些奴仆不可以离开此处，是轩辕大人找到老奴，让老奴保护您，老奴这才破例离开此处。轩辕大人让我保护您，只是非必要时刻不允许老奴出手。轩辕大人说过，有些磨难要让您亲自去经历，唯有亲自经历了，才会真的成长，所以老奴自然也就不能告诉您，老奴一直在守护您，因为轩辕大人说过，若是让您知道的有人守护着您，那么您便会有恃无恐，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敌人，什么样的危难都不会害怕。而事实上，老奴也从未真正的出手救过您，可以说主人您能够走到今天，成长到今日的地步，老奴并没有做过什么，主人是靠您自己，我想这也是轩辕大人所希望的。盲眼老者说道。听到这里，楚风那种涌遍全身的感觉越发浓郁了，甚至就连楚风的双眼也是有些泛红。在这一刻，他体验到了从小到大几乎没有体验过的感觉，父爱，来自亲生父亲的父爱。之前楚风一直觉得是因为自己天赋不好，才害得父亲被赶出楚家，在天路内的境地受苦。楚风觉得自己对不起父亲，就更不能渴望父亲对他如何。哪怕当初进入天路境地，楚风的父亲拒见楚风，楚风也并不怪自己的父亲，楚风怪的只有自己。为什么自己这么弱小，弱小到连累了父母？这种情况下，真的是楚风从未渴望过自己的父亲对自己如何。但是今日，当听到盲眼老者的这番话后，当得知真相之后，楚风忽然意识到，原来能遇到盲眼老者这位贵人，并非是机缘巧合，乃是自己父亲的安排。原来楚风的父亲并非不管他，相反，一直派人监视着楚风的一举一动，暗中守护着楚风。尽管这些年来，楚风受了不少苦，也受了不少屈辱，在那种时候，盲眼老者都未曾现身帮过他，但总归盲眼老者还是在的。若楚风真的面临死亡的时候，他还是会出手的。最重要的是，盲眼老者守护楚风，乃是楚风父亲的安排。盲叔，您刚刚说是我父亲主动找到您？忽然，楚风凝重地问道，因为他想到了一件事情。的确是这样。盲眼老者点头道。什么时候的事？楚风问道。是您被皇府皓月带出天路之后。盲眼老者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心中顿时又是一惊。按理来说，那天路之内的楚家境地，对于楚风的父亲来说，应该是一种特殊的囚牢。而按照楚风的推断，楚风的父亲与老猿猴在那境地内正在饱受煎熬，否则修为不可能倒退，并且楚家似乎一直有人监视着那境地，所以他们才不能离开那里。按理来说，这种情况下，楚风的父亲也是没办法离开那天路之内之境地的。可是现在看来，他似乎猜错了，楚风的父亲明显离开过那境地，否则又是怎么找到的盲眼老者，让盲眼老者保护自己的？可是既然那境地困不住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为何不带着老猿猴逃呢？待在那境地之中，修为不是会倒退吗？时间久了，可是会成为废人的。还是说，那监视着他父亲的人实力真的很强，强大到连他父亲也不敢逃脱？或者说，楚风的父亲甘愿受罚，所以有能力逃，也不选择逃？种种疑问在楚风心中盘旋，只是左思右想，楚风也想不出个答案。因为轩辕大人的命令，老奴不能过多的帮助您，需要让你自己去成长。但我也看到了你与紫菱姑娘他们几个的感情，更看到了他们想要帮您的心，所以我便收他们为弟子，用我的手段帮助他们提升修为，就当是替您来完成他们的心愿。不过呀，他们几个的底子实在太弱了，无论老奴怎么帮，却也始终无法真的追上你，就更别提帮到您了。到头来，如江无伤和张天翼那两个小子，还是要靠主人您去帮他们。话到此处，盲眼老者笑了，这是一种自嘲的笑，就像是在说，他教育出来的弟子，也终究是无法与楚风相提并论。但是紫菱他盲眼老者话到此处，神情一变，欲言又止。盲叔，紫菱他怎么了？楚风意识到不对，赶忙站起身来，追问道：当初你被4大地族追杀，紫菱等人因不能帮你而痛苦不已，而因我曾无意之间与紫菱说起过一个禁忌之法，紫菱便在那个时候动了念头。后来我去看望他们，紫菱便极力的恳求我，让我用禁忌之法帮他提升力量。本来我是拒绝的，毕竟那禁忌之法很是危险，可紫菱执意要尝试。他说，若不能与主人您同甘共苦，那他枉为您的女人，活着还不如死了。听到那句话的时候，老奴真的感受到了紫菱姑娘对主人您的心意。最终我没能扭过她，还是让她使用了那个禁忌之法。
盲眼老者说道。此刻，楚风顿时内心一痛，他一直觉得让紫菱他们待在练兵仙人那里对他们是好事，却没有想到让他们待在那里会为他们带来如此大的痛苦。这是楚风忽略的事情，因为此时此刻设身处地的想想，他仿佛能够感受到紫菱他们的痛苦，而越是这样想，楚风就越是心疼，觉得自己亏欠紫菱他们太多，忙说那是什么样的禁忌之法？楚风再度问道。对于天赐神体有用的禁忌之法，这个禁忌之法传自远古，本是楚氏天族的秘法，不过那秘法对楚氏天族无用，而我们奴仆之中偶尔也会有天赐神体降生，楚氏天族对我们这些奴仆厚爱，便将那秘法传授给我们，使用此秘法可让天赐神体者与自己的天赐神力融会贯通，合二为一，从此天赋大增。不过危险性极高，并且要承受的痛苦几乎难以忍受，很多人因为无法忍受那个痛苦而死在了禁忌之法内，暴体而亡，形神俱灭。因为那禁忌之法只要一开始便无法停止，要么活着出来，要么死在其中，所以对于这禁忌之法，哪怕是我们也不敢使用。盲眼老者说道。那紫菱呢？紫菱她真的用了？楚风赶忙追问道。用了。盲眼老者说道。那结果呢？楚风追问道。紫菱姑娘倒是活着走了出来，只是什么？楚风内心越发焦急，他从盲眼老者的反应中感觉到了不妙，但楚风却并未将这种焦急表现出来，他是害怕盲眼老者自责，虽然活着出来了，但却受到了极大的反噬，那是一种我也无法压制的反噬。话到此处，盲眼老者满面自责，忽然盲眼老者双膝下屈，竟扑通一声跪在了楚风的面前，磕头说道：主人，是我不好，不该一时冲动，便让紫菱用了我们无法掌控的禁忌之法，从而害了紫菱。主人，我知道您很爱紫菱姑娘，而这也都是老奴的不对，请主人责罚，请主人严惩老奴。话音一落，盲眼老者便用力地向地上磕去，强大的力道震得大殿轰轰直响。忙说：您起来。楚风赶忙去搀扶，只是楚风根本就无法撼动盲眼老者，忙说：您快起来，我只是想知道紫菱现在如何，是否还活着吗？但我并没有怪你。楚风此刻的声音已经有些嘶哑，其实他很怕，他怕紫菱已经死了，但却不能表现出来。尽管他已经小心翼翼地问，但盲眼老者仍是如此。若是楚风表现出他的担忧，怕是盲眼老者会更加的自责。老奴并不清楚。盲叔摇头道：不清楚。楚风内心越发焦急起来，毕竟紫菱对他来说太过重要，可哪怕内心早就心急如焚，但考虑到盲眼老者的感受，他依旧平和问道：盲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紫菱姑娘当日的情况，老奴实在无能为力，无奈之下只得向轩辕大人求助，而轩辕大人来了之后，便将紫菱姑娘带走了。现在紫菱姑娘应该与轩辕大人一样，同在天路之中，所以紫菱姑娘现在究竟如何，老奴实在不清楚。盲眼老者解释道：想不到父亲会为紫菱出手。楚风颇感意外，但那沉重的心情顿时缓解了不少。尽管对于自己的父亲，楚风并不了解，可在楚风的心中，他的父亲却有一个模糊但却伟岸的形象。他总觉得，若是有什么事情，他父亲肯出手，便绝无意外。轩辕大人虽然冷漠，但绝非无情之人，否则也不会留下通信符，让我必要的时候联系他。盲眼老者解释道：既然我父亲出手，相信紫菱不会有意外。忙说：您快起来。楚风再度去搀扶盲眼老者，老奴擅作主张，还请主人严惩。可盲眼老者很是倔强，依旧跪在地上，忙说：您对我的帮助已是够多，而且您之所以答应紫菱，不也是为了帮他吗？其实如果换作是我也会选择让他使用禁忌之法，毕竟修武一途就是一条逆行之路，若不冒风险，也难有太大的成就。楚风说道：主人，您真的不怪老奴？盲眼老者问道：我对您有的只是感激。楚风再度搀扶起盲眼老者，可盲眼老者始终不肯起身，反而说道：主人这样说，老奴更感惭愧。忙说：您必须这样吗？就不能不拿我当成主人，而是像当初一样拿我当个晚辈？楚风问道。其实他很不适应盲眼老者现在的态度，明明是一个强到离谱的存在，竟然对自己毕恭毕敬，动不动还就给自己下跪磕头。楚风真的无法适应，并且在楚风心中，盲眼老者本就是一位他尊敬的前辈，更何况又对他恩重如山，这种想法在楚风的心中早就根深蒂固了，如今让他去改变，实在太难了一些。老奴生下来就是奴仆，天生就为楚氏天族效力的，虽然楚氏天族早已离开，老奴也成为众奴仆的首领，可却始终不敢忘记自己的身份。盲眼老者说道。这一刻，楚风的心情颇为复杂，他其实早就发现此处的人对楚氏天族忠心耿耿，只是楚氏天族离开那么久了，这些人居然还对楚氏天族如此忠心，实在少见。因为楚风看得出来，盲眼老者的忠心不像是装的，而是发自肺腑，这当真是难能可贵。忙说：您起来说话，我还有很多事想问清楚。楚风再度劝道。好，这一次盲眼老者倒是并未拒绝，忙说：咱们坐下聊。楚风将盲叔搀扶到身旁的椅子上坐下，这样就对了。见盲叔坐下，楚风才面露笑意：主人，老奴知道您还有许多不解之处，不解之处敬请发问，老奴知道的定然仔细回答。盲眼老者说道。忙说：那么那暗殿殿主又是怎么一回事？楚风问道。提及此事，盲眼老者先是长叹一声，这才说道：暗殿殿主具有与主人相似的血脉，他当初无意间进入过此处，当时老奴不在，我的手下便误以为他就是此处的主人，好生款待。可后来才发现，暗殿殿主并非楚氏天族之人，虽然他的确来自天外，但却乃是殷氏天族。盲眼老者说道。殷氏天族？楚风目光一动，正是暗殿殿主，姓殷，名冲，原名殷冲，
而他虽然来自天外，且同样拥有天级血脉，但却并非是处世天族之人，而是阴氏天族之人。盲眼老者说道。难怪。楚风忽然想起，暗殿殿主头上一直戴着的发冠，那发冠上的确有着一个鹰字。而从盲眼老者的话中，楚风也是意识到，他们的传承血脉真的叫做天级血脉，并且这应该是一种比地级血脉要高出一个等级的血脉。在东方海域有着诸多皇族，那些人都拥有皇级血脉，而在五之圣土也是有着4大地族，四大地族皆是拥有地级血脉，想必在天外应该有着很多天族，而天族族人拥有的便是天级血脉。这样一看，楚风的传承血脉能够压制地级血脉者，便也合情合理，毕竟这就是所谓的等级压制。而当确定原来暗殿殿主并非是楚风的同族之人之后，楚风倒也释然了不少。毕竟暗殿殿主作恶多端，若真是楚风族人，楚风总觉得自己难逃干系，但既然不是，楚风也就不用再有这种负担了。那后来又是如何发现暗殿殿主不是楚家之人的？楚风问道。楚氏天族皆是黑发，而殷冲却是蓝发，这让我的手下有了一些戒心。经过询问之后，才知道殷冲的真实身份。不过主人放心，虽然弄巧成拙，可殷冲却并不知道我们在此处的真实目的。他一直就觉得我们被他的天级血脉所征服，所以才认他为主人。盲眼老者解释道。但他终究是发现了你们，为何不杀了他？就不怕他将你们的事情泄露出去？楚风问道。若是五之圣土的人，不管是谁，我们都不会放过。可他毕竟来自天外，对于天外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那里强者甚多。我们倒并非贪生怕死，只是不想给主人们惹麻烦。毕竟楚氏天族也在天外，所以才将错就错，放殷冲离开。不过主人放心，我们从未帮殷冲做过任何事。盲眼老者说道。暗殿殿主作恶多端，绝对不能留。楚风说道。主人要杀，那他便绝不能活。只是主人一路劳顿，既然已经回家，便先好好休息一番。到了明日，我帮主人废掉那殷冲修为，再由主人将其带走，当着五之圣土人的面将其斩杀。盲眼老者说道。也好。楚风表示赞成。毕竟相比之下，楚风在此处杀掉暗殿殿主，与当众杀掉暗殿殿主意义完全不同。最重要的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将暗殿殿主斩杀，也会让所有人彻底放心下来，让他们确定暗殿殿主已死。之后，楚风又问了盲眼老者一些问题，而其中便包括了在此处是否有着通往天外的阵法。结果就如楚风之前猜测的一样，在神之岭的之中的确有着一座可以通往天外的阵法，这阵法便叫做通天梯。当年的清玄天可否是通天梯离开的五之圣土？楚风问道。在楚风看来，当年的清玄天绝对不可能归隐山林了，否则发生这么多事，他不可能不现身。毕竟从4大圣受空中得知，当年清玄天称霸五之圣土的时候，其实年纪也不是很大，是真正的小辈，所以楚风推断他不可能死，就算真的有什么病也不会死，这是一种预感。但是如果清玄天真的还活着，便一定不在五之圣土，而他不在五之圣土的话，就一定是进入了天外。可进入天外的话，那个时候缥缈仙峰内的登天梯应该还没有被发现，所以唯一的途径应该就是这神之领地内的登天梯。清玄天万年之前的确来过此处，也的确想借登天梯一用，而那时他的修为是一品半祖，那样的修为自然不是我等对手，所以我等自然是拒绝了。盲眼老者说道。那您可知道他后来去了何处？楚风问道。并不清楚。盲眼老者摇头道。那10几年前可有一位女子来过此处，借用登天梯？楚风再度问道。主人，其实当日您在精灵王国的时候，老奴刚好也在，所以您与精灵国王的对话，老奴刚好全都听到了。10几年前精灵国王进入我神之领地，我们倒是知晓，只是仙喵喵的母亲我们却并不知道。盲眼老者说道。这么说来，仙喵喵的母亲未曾来此处借过登天梯？楚风问道。登天梯若被开启，会有极强的反应，我们不可能看不到。盲眼老者说道。我明白了。楚风不再追问此事，他知道盲眼老者不会骗他，可他却总感觉清玄天与仙喵喵的母亲应该的确是离开了此处。既然不是用这里的登天梯离开，莫非真的是用缥缈仙峰内的登天梯？还是说他们都另寻到了其他离开此处的方法？楚风猜测不断。之后楚风又与盲眼老者聊了许久，因为楚风实在有太多事想问，不单单是楚氏天族的过去，就连当初盲眼老者怎样教导紫菱他们的事情，楚风也很想知道。而在这样的畅谈之下，时间便过得很快，原本明亮的白昼转眼间便化作了黑夜。在此期间，于楚风的命令下，暗殿殿主则是被押入了此处的大牢之中，被捆绑了起来。而暗殿殿主不是傻子，事到如今他终于明白，当初此处的人认他为主人不过是错认而已，他们真正的主人乃是楚风。所以他可悲的发现，今日羊入虎口的不是楚风，而是他才对。怎么会变成这样？未免太倒霉了一些吧？不对，那个楚风姓楚，该不会是楚氏天族之人？不，一定是巧合。他这种家伙怎么可能是楚氏天族之人？因为此处之人根本不按殿殿主交谈，所以他也不清楚楚风具体的身份，只能随便猜想。怎么听你提到楚氏天族的时候，目光中竟涌出了一丝惧怕？那楚氏天族在天外莫非很强？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女子的声音忽然响起。当这个声音响起之后，暗殿殿主的神情顿时目露喜色，随后又精神的观望四周，发现并没有人监视他后，这才欣喜的说道：雪姬，是你回来了，怎么样？打探的如何？可能逃出去？暗殿殿主此话一出，在这座牢房内竟凭空飘出一道黑色的气焰，那黑色气焰浮现之后，便落在暗殿殿主身前，竟化作了一道绝美的女子，而这名女子正是雪姬。雪姬，你快说话呀！
究竟怎么样？我们可否逃出去？见到雪姬，暗殿店主更是急切地追问起来。此处有个登天梯，可以通过登天梯直入天外。雪姬说道。好，太好了，真是天助我也啊！听得的此话，暗殿店主更是欣喜若狂，随后又目光转冷，恶狠狠地叹道：等回到了天外，我就此事告诉我族之人，到时候就让这些不知好歹的家伙好看。可他们若是处世天族的人，你就算告诉你的族人你在这里的遭遇，他们会管吗？雪姬问道。听得此话，暗殿店主顿时一愣，目光变得异常复杂，很是慎重地问道：你打探到了什么？楚风该不会真是处世天族之人吧？莫非这里是处世天族所建？此处乃是处世天族的遗址，而楚风正是处世天族的后人。雪姬说道。竟真是处世天族？不，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变成这样？听得雪姬之话，暗殿店主顿时面容大变，变得很是激动，可目光之中却涌现出了绝望的神情。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那楚风竟真的是处世天族之人？难怪他的天赋竟会胜过我。激动的情绪过后，暗殿店主变得异常失落，整个人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至于雪姬，就在一旁看着暗殿店主，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没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但是他却没有继续追问。那处世天族在天外的实力，如她这样聪慧的女子，单是看暗殿店主此刻的反应，便已经猜到了一二。不管处世天族如何，却一定是殷氏天族得罪不起的，否则暗殿店主不会有这样惊恐的反应。店主大人，上路吧。忽然，雪姬说道。对，我们走，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暗殿店主连连点头。此刻的他早就没有了之前的狠劲，有的只是想尽快逃离此处的急切。报复，他似乎早就抛在了脑后，不敢再想。现在对他来说，不被报复就已经烧高香了。然而就在这时，雪姬的眼中忽然寒芒闪过，随后一只玉手便宛如刀刃一般刺入了暗殿店主的丹田。雪姬，你感觉到丹田的刺痛，感觉到鲜血的溢出，暗殿店主一脸的震惊与茫然。显然他从未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怎么还不明白？不是都说了要送你上路吗？雪姬美眸微微眯起，化作两道甜美的月牙，她的笑容是如此的迷人，可在暗殿店主看起来却是如此的邪恶。不，忽然暗殿店主脸色大变，露出了难以承受的痛苦。他感觉到自己的修为，自己的一切都在被抽离，被吸入雪姬的身体。雪姬不仅仅是在破坏他的修为，而是在吸收他的修为，在剥夺他的力量。你一直在利用我。暗殿店主艰难地抬起头，恶狠狠地盯着雪姬。否则你以为我为何会要将那样的魔功交给你修炼，而我自己却不修炼？雪姬说道。混账，你竟是拿我当修炼的祭品！你帮助我不过是在让我为你积攒力量，就是在等到这个时候再将我的修为吃掉。暗殿店主满眼的愤怒，现在才明白未免太蠢了一些。雪姬说道。其实我是很看好你的，本来还想多利用你一段时日，让你多活一会，可是幻化之门内那么多生灵都未能帮我炼化，害得我白白少了不少修为。我便不得不说，你太让我失望了。像你如此废物之人，岂能指望在天外有什么大的作为？所以你也不能怪我现在就杀了你，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太不中用，我要宰了你！忽然暗殿店主大喝一声，不知道哪来的力气，握紧拳头便要对雪姬出手。哇！然而那拳头刚刚抬起，他便发出了凄厉的惨叫。一时之间，暗殿店主的肉身都被抽离，不断涌入雪姬的手掌之中。一切发生的太快，不过片刻的功夫便结束了。而当雪姬收回手掌之际，暗殿店主已是化作了一片森森白骨，没有一丝光芒，就连本源也被炼化得干干净净，只有一身衣物以及乾坤袋，还有那个刻着阴字的发冠落在白骨的旁边。雪姬袖袍甩动，那乾坤袋便被收入袖中。与此同时，暗殿店主的衣服也是漂浮而起。雪姬原来是要用暗殿店主的衣服来擦拭抹杀掉暗殿店主的玉手。他一边擦拭着手，一边笑望着暗殿店主的白骨，笑道：看来我是要独自一人开启天外的旅程了，不过应该会很有趣。话到此处，雪姬的嘴角掀起了一抹美艳的弧度，随后雪姬忽然身躯一晃，便化作一道黑色气焰，先是漂浮了一阵，随后便引入虚空，消失不见。楚风似乎是睡着了，当他睁开双眼时，发现自己身处于大山之中，而此刻的他正坐在一个小溪旁边，探出头去，对着溪水一望，自己的身影在那流淌的溪水中缓缓浮现。楚风忽然发现自己的模样竟是一个只有8、9岁的孩童，那正是他儿时的模样。而四下观望，此处的景色是如此的熟悉，这不是九州大陆青州楚家的后山吗？梦，我是在梦中。楚风太过理智，这样的理智让他意识到事情的经过。原来他与盲眼老者聊了许久，后来时间太晚，盲眼老者让他好好休息，并且给了他一颗特殊的果子。这个果子有安神的效果，虽然修武者到达了一定境界，就算不吃不喝不睡也不会死，可是睡眠对修武者来说却有着养神安魂的效果。于是楚风便吃了那果子，很快便沉睡了。只不过楚风太理智了，这种理智有着过于常人的清醒，哪怕是在梦境之中，他也能够立刻发现自己的处境。楚风，你在这里做什么？不是告诉你不要随便来这里的吗？给我滚回去！忽然一道严厉的苛责响起，回头观望，一名面容白皙的男子正快步走来。六叔，看到这名男子，楚风顿时心中一动，此人乃是楚家的老六楚南山。这位六叔向来不喜欢楚风，而这六叔的儿子楚鸿飞更是从小就欺负自己。当初楚风也是烦透了这个六叔，可是现在再看却是如此的亲切。毕竟他的这位六叔早就不在了，在楚家被屠之时已死。六叔，对不起，是我害死了您。楚风很是自责地说道。
楚家被屠是楚风心中永远的痛。他总觉得，若不是自己当初年轻气盛，得罪了那个公路云，楚家也不可能遭遇不幸。楚风，你说什么呢？你是巴不得我死是吗？楚南山不知楚风说什么，以为楚风是在咒他死，盛怒之下抬起手来，竟要打楚风。此地乃是梦境，就算楚风保有理智，可在梦中的楚风也只是一个还未羞武的孩子，所以六叔打来，楚风就算想躲也躲不开，更何况楚风并不想躲。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道劲风自楚风的身前席卷，径直地吹向六叔。那风力极大，不仅将林中落叶吹得四下翻飞，更是将其六叔吹得连连后退。老六，风儿还是个孩子，何必与他一般见识？一道熟悉的声音在楚风身旁响起，侧目观望，楚风顿时心中一紧，他的身旁站着一名男子，而这名男子正是他的义父楚渊。父亲看到楚渊，楚风的内心顿时泛起了滔天的巨浪，滚滚翻腾。风儿，没事吧？楚渊笑着看向楚风，目光之中尽是关切。没事。楚风连连摇头。楚渊，你这样惯着楚风，早晚会将他惯坏。楚南山愤怒地说道：“若是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能保护，那我便不配做楚风的父亲。”楚渊硬气地说道。楚南山气得咬牙切齿，但因实力不如楚渊，最终只能大袖一挥，扬长而去。虽然很清楚此处乃是梦境，可是此刻的楚风却早就红了不双眼，尤其是听到楚渊的那句话，那本在眼眶打转的泪珠，更是如泄闸的洪水喷涌而出。虽然眼下是梦境，但楚风却清楚地记得这一幕是曾真实发生过的。他虽然不是楚渊的亲生儿子，可楚渊对他却一直都是这般的溺爱。风儿，哭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见楚风哭了，楚渊蹲下身来，关切抚摸起楚风的小脑袋。父亲，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爷爷，对不起楚家人，是我害死了你们，是我害死了你们。楚风眼泪与鼻涕搅成了一片，布满了脸颊。此刻的他不再是叱咤五之圣徒的楚风，只是一个未满10岁的孩子，一个满心自责的孩子。而看着这样的楚风，楚渊则是倍感心疼，说道：“风儿，别说胡话，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为父，是为父无能才会被人所杀，是为父无能才不能看着你长大。风儿，希望你不要怪父亲，毕竟父亲只是一介凡人。可是你为楚家做的已经够多了，说不是你的保护，楚家早就被灭了满门。所以你虽不是为父亲生，可却也是为父的骄傲，是楚家所有人的骄傲。修武这条路很难，我们又帮不到你什么，你便只能靠你自己。但是风儿，记住，你是一个男子汉，无论到什么时候，一定要坚强。”话到此处，楚渊的身体开始变得模糊，周遭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父亲，不要走，再陪风儿待一会。父亲，不要丢下风儿一个人。见状，楚风紧紧地抓住楚渊的衣衫，大声地呼喊起来。他知道这是梦境要碎，可是他不希望梦碎，他还不想醒来。然而，尽管楚风抓得很紧，可楚渊的衣衫还是在楚风的手中消失不见。楚渊也很快不见，最终眼前的一切都不见了。楚风的四周漆黑一片，当楚风的视线内重现光明之际，才发现此时此刻的他已经不再是楚家的后山的小溪旁，而是神之领地内一座舒适的寝殿之中。终究梦还是醒了。楚风擦拭了一下眼角，那里真的有泪珠。虽然楚风没有像梦中一样哭得那样悲惨，可终究还是受梦中的情绪所影响，落泪了。主人，您怎么了？忽然房门被推开了，是盲眼老者。没事。楚风摇了摇头。主人，您哭了。盲眼老者虽是盲人，但似乎有着特殊的方法，能够看到眼前的一切。见楚风眼角有泪痕，盲眼老者很是担心，做了一场梦，梦到了我的义父。楚风说道。听得此话，盲眼老者神色一阵变化，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说道：“主人，有一个秘法，也许可以复活您的家人。”听得此话，楚风先是一愣，眼中露出不可思议之色。毕竟人死不能复生，这是众所周知之事。可是看盲眼老者的样子，似乎也不像是在骗楚风。于是楚风赶忙问道：“盲叔，您说有方法可以复活我的家人，您是当真？”主人，人有三魂七魄，肉身不过是个装魂的容器罢了。就比如主人现在肉身碎了，主人可瞬息凝聚，在同等实力者的面前，您乃是不死不灭之身。实际上并非是主人的肉身多么强横，而是主人的灵魂和修为强横。于是对于弱者而言，您才会不死不灭。所以对于人来说，魂才是生死的关键。当年杀您家人者不过是一群弱者，他们的修为都很弱很弱，与凡夫俗子相差不多。那样的人谈不上真正的修武者，也并不具备修武者真正具备的力量。所以尽管您家人死了，可并非真的死，只是肉身破了，灵魂散了而已。这种魂100年之内不会灭。老奴知道一种方法，只要是死者亲人，修为达到一定的境界，且擅长借灵之术，便可以进行招魂。只要将残魂召回，再为他们重铸肉身，他们是有可能死而复生的。而主人您具备所有条件。盲眼老者解释道。盲叔，真有此法？楚风此刻已是满面震惊，因为盲眼老者说的句句在理，符合天地法则。身为龙文界灵师的楚风便觉得此法可行，老奴不敢欺骗主人，此法就在这里。盲眼老者似乎早有准备，自怀中取出一个古老的卷轴，递给了楚风。楚风打开卷轴，仔细阅读起来，越是观看越是惊讶，从而目光之中的喜色越来越浓。此法可行，此法可行啊！此刻的楚风当真是欣喜若狂，激动的就像是一个孩子。因为他的义父，那些楚家之人对于楚风来说都太过重要了，虽然并非亲生，可在楚风看来，他们便是至亲之人，是真正的家人。他们的死成了楚风永远的痛，因为楚风从没想过死人还可以复活，但现在
竟真的有复活之法，并且不是胡乱推测，而是真的有可行之法。楚风自然高兴，其实也要庆幸那杀人者只是玄武境，他们若是天武境，怕是也无法救你家人。另外，此法从未有人试过，是否真的有效，老奴也并不能够确定。盲眼老者说道。不管怎么说，总归是有了一缕希望。楚风紧握卷轴，看向盲眼老者说道：“盲叔，不管成不成，您都帮了我一个大忙。”楚风看得出来，这卷轴盲眼老者早就放在身上，他显然早就知道楚风的心结，所以就算楚风不做这个梦，盲叔也早晚会将这个方法告诉楚风的。主人，千万别这样说，老奴能为主人做事，才是老奴的荣幸。盲眼老者笑着说道。看楚风如此高兴，他也很是欣慰。大人，不好了，不好了！然而就在这时，忽然有人急匆匆地跑了进来，进来之后便跪在了地上。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盲眼老者追问道。有人开启了登天梯。那位回道。什么？听得此话，楚风与盲眼老者皆是神情一变，随后盲眼老者身子移动，楚风便感觉周围一片模糊。当视线恢复正常之际，他们二人不仅离开了寝殿，更是身处一个浩瀚的广场。在那广场之上，有着一座大阵，大阵之中一道金光直冲天际，似是要洞穿云霄，破开苍穹。而那金光之中，有着一道仿佛由水晶打造梯子，这正是登天梯，与楚风之前看的一模一样。不过也有不同之处，那登天梯的下方不断散发出一重又一重的力量，向登天梯推进而去。而这样的一幕，可是楚风之前在缥缈先锋的成仙路内所没有见到过的。何人胆敢擅自开启登天梯？不想活了不成？盲眼老者愤怒地大喝道，严厉的目光扫向四周的守卫，回禀主人，我们并不清楚。一位3品半祖的老者上前说道。不清楚？我让你严守此处，你竟跟我说不清楚，我要你们何用？盲眼老者越加愤怒。然而就在这时，一阵笑声音忽然自那登天梯上传来，且说道：看来楚氏天族的奴仆也不过如此吗？雪姬，是你？听到这个声音，楚风顿时目光一缩，抬头看向了声音传来之处，竟不是我们的人。与此同时，盲眼老者也是大怒，他一直觉得是他的族人不守规矩，开启了登天梯，但是现在他却发现自己猜错了，竟敢善用登天梯，真是找死。而此刻，许多人纷纷拔出地兵，便向那登天梯飞掠而去。给我住手！见状，盲眼老者赶忙大喝道：登天梯已开启，此刻若是攀上梯子，便会进入天外，你们谁都回不来。可众人全都停止了，可却心有不甘。楚风，我们天外再见。就在这时，那道声音再次传来，而当那声音落下之际，一道耀眼的光芒从天而降，笼罩下方。当那光芒消散之际，楚风便发现那登天梯已经恢复成了原样，真是可恶！此刻，盲眼老者气得咬牙切齿，随后抬手一掌，轰响了天际深处，天空一阵摇晃，汹涌的能量涟漪瞬息封锁天际，滚滚翻腾，甚是骇人。此等威力，简直难以形容。楚风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级别的力量，但自己若是靠近，定是必死无疑。可楚风却也清楚，哪怕是这样的攻击，却也伤不到雪姬。雪姬已经走了，恐怕已经进入了天外。你们怎么办的事？不是叫你们认真守在此处，怎么有人开启登天梯？你们都不知道？盲眼老者对此处的守卫大喝道：大人，我们所有守卫都跪了下来，可却不知道怎么解释，因为他们的确没有看到任何人靠近登天梯。当发觉不对时，登天梯已被开启，是我们无能，请大人严惩。无奈之下，这些守卫只能请命受罚。盲叔，不要难为他们了，看得出来他们都很尽忠职守，只是那雪姬的手段太过诡异了一些，他们发现不了也是正常。楚风开口劝道，因为在雪姬开口之前，他也没有发现任何人的踪迹，盲眼老者也同样没有发现。可实际上，那雪姬就在登天梯上，所以连他们都没发现，就更不用说这些守卫了。主人，你确定那是雪姬？盲眼老者问道。那个声音错不了，一定是雪姬。楚风说道。那个丫头的实力竟能瞒过我的感应，她是怎么混进来的？盲眼老者陷入了沉思，未必是实力强过您，很可能是他有着特殊的手段，毕竟他来自修罗灵界。楚风说道。盲眼老者长叹一声，他仍然感觉很不甘心，苍老的脸上满是自责。请问暗殿殿主官在何处？可否带我去看一看？楚风对众人问道。他被关在地牢之中，这就为主人带路。一位守卫说道。不必了。盲眼老者大袖一挥，便将楚风卷起。被卷起的那一刻，楚风顿时又感觉周遭的一切又变得模糊起来。而当视线恢复之时，楚风惊愕地发现自己已在地牢之中。进入地牢后，盲眼老者已经放缓步伐，带着楚风一步一步地向地牢深处走去。地牢之中有着重重守卫，实力都很强，除了半祖强者，便是5帝巅峰。他们看到楚风之后，都是赶忙跪在地上施以大礼，参拜都来不及，自然没有人敢阻拦楚风与盲眼老者。先不说盲眼老者是此处的首领，而楚风可是他们心中的主人。敢问盲叔，您究竟是何修为？楚风好奇地问道。盲眼老者的实力实在太强了，本来楚风觉得自己能够战胜暗殿殿主，在5之圣土来说，他的修为已是数1数2的强。可是来到此处之后，他才发现，其实在5之圣土，他的修为也只不过如此。至少在这里，这些自称是他楚氏天族奴仆的人，比他强的有很多。而这位盲眼老者更是深不可测。回主人，老奴乃是5品半祖。盲眼老者说道。盲叔果然厉害。其实这个答案倒也与楚风预料的相差不多，本来是4品半祖，上次轩辕大人降临帮了老奴一次，所以才得以突破，否则以老奴的悟性，怕是此生都难以到达这个高度。说到这里，盲眼老者难得的笑了。看盲眼老者的反应，楚风看得出来，他对自己的父亲楚轩辕
不仅很是尊敬，并且也很是感激。虽说盲眼老者忠心于处世天族，愿做一世奴仆，可对于修武之道，他也有着他的追求。如果我的父亲肯帮一帮我，那就好了。楚风开玩笑地说道：“轩辕大人，魔力主人想必有他的深意，但主人天赋过人，远非武之圣土这些愚钝之人可比。您的战场是在天外，并且以主人的天赋，就算进入天外，也定是人中之龙，少有敌手。”盲眼老者说道：“我只是开个玩笑，我自然知道父亲对我的好。”楚风笑着说道。当从盲眼老者这里得知自己的父亲对自己的关怀后，楚风已经越发的想要见一见父亲。虽说楚风如今应当进入天外，可在离开之前，他必须要回东方海域九州大陆，一是要用内秘法救活他的家人，二是必须进入天路见一见他的亲生父亲楚轩辕。而在二人一番交谈下，便来到了关押暗殿殿主的牢房。这是怎么回事？只是那牢房打开之际，除了楚风与盲眼老者之外，几乎所有人都是神色大变。毕竟此刻的牢房之中只剩下了暗殿殿主的衣物以及一堆白骨。是谁做的？一个似是牢头的老者以为是守卫杀了暗殿殿主，不由愤怒的大喝起来：“属下不敢！”所有人守卫都跪在了地上，不要怪他们，肯定不是他们做的。楚风摆手说道，但目光却一直盯着那堆白骨，想不到会是这样。楚风眯起了双眼，目光中仍是有着些许意外。主人，莫非您早就猜到了？盲眼老者问道。我本来觉得雪姬是跟随暗殿殿主一同进入此处的，他进入了天外，暗殿殿主可能也已经一同进入了天外，但很显然我猜错了，雪姬是自己进入的天外，并且还在离开之前杀了暗殿殿主。楚风说道。